你竟敢毁少师！啊，各位，有话好说，这当中肯定有误会。嘿嘿嘿，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剑是假的呀！肯定不是对的。你为什么说是假的？这个剑啊，仿的真像，连剑柄上的雕纹它都完美无缺。可我听闻李相一15岁就得此剑，剑不离手5年，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一点磨损都没有。来，看看。 当年项羽与无忧剑客一战，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，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，这把剑却毫无损伤，确实是假的。这不是我寻回的少师，吉院主，剑被调包了。假的吧？ 你们看，3日前，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师剑，将少师剑存放此处，剑室管理严格。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。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，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，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。你们看，这里好像有问题。好家伙，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？ 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？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，要不要下去看看？阿棉，地洞空气定不好，别激起你的喘声，你在上面等着吧。不，少师是我千辛万苦寻回来的，让我干等着，我怎能安心？走吧。 这洞少说有半个月了，可少师剑3天前才被送到了百川院的剑室密库当中，难道有人未卜先知了？半个月前，那时我已写信给几院主，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室密库的事。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，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。 这地道够长的，这处有明显分界。我们刚走过来这段才是新挖的，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，起码有10年了。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室的路。10年前，百川院是4顾门的分院，我们常驻于此，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地道，阿棉。 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李莲花，快来看！哎，借过一下。死了，是被当兄迷劫所杀，有2个时辰了。 阿柔，阿柔，这是我的婢女阿柔，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。她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室密库的事？她一直跟在我身边，和几院主的信件往来，都是她传递寄送。伤口薄而利，这宽度，像是少师留下来的。这处有2种谐音，谐音并不凌乱。 2人并没有发生争斗，他们相对而立，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。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师剑，却被合谋者灭口。这脚印大小，一看就是个男的。你猜的没有错。这么一看呢，
应该是藏在普渡寺。这说来也巧了，普渡寺的和尚呢，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，外面可没有。半个月前呢，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徒子。半个月前，这也太巧了。是啊，太巧了。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，似与外界相通。老衲经人提醒探查时，那竟人已不知了去向。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。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，定能找到那贼人。但愿如此，阿弥陀佛。乔姑娘，你可认得上面字迹？是阿柔的字。郎痴迷于此剑，自愧于我家小姐，亦不愿郎心有遗憾，愿为郎取来一个，再将剑归还，不令人发现。看来这个阿如姑娘是被情爱所骗，原本只想着换了剑，给这痴迷少师的情郎瞧一瞧，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，杀人夺剑。是啊，阿柔糊涂，白白葬送了性命。好，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，带我2位弟子再下地道，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。没问题。乔施主，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，喝茶等候片刻。李施主一起吧。2位请吧。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。是啊，相识早晚都没关系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？只怕重见之时，故人对面不相识。方丈何意？难道李先生，我们以前见过？哦，那自是不曾。无料方丈呢，他讲经讲习惯了，爱谈参透人世的了悟之言。只是我个人呢，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，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正所谓因缘际会，顺应天成。前日因，今时果，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？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，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？老衲管不了闲事，讲经堂讲经去了，你们聊。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少时呢，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，结识了一位小沙弥，他叫做慧元。后来才知，他加入了金渊盟，叫做失魂。失魂，这名字我听过的，我定帮先生查清楚。那就有劳乔姑娘了。啊，那我去添点水。
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他们该出来了，我去看看李先生所问之事，我查到就告知先生。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？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谁？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相夷？李盟主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？哼，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，别剪不断理还乱，牵扯我们要做的事。李盟主，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，得到噬魂的消息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哎，李莲花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萧大侠和乔姑娘回百川院了。事都办妥了，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，于是便追了出去。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，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，大家正四处找人呢。行，那我们分头找。哎，李莲花，哎，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，只可惜怕是要落空了。诗诗姑娘，杨云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鬼鬼祟祟的。诗诗姑娘别误会，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剑大会的，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。等赶来时，便听说少师剑丢了。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？不，在下绝无此意。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？现在是连人都丢了。哎，诗诗姑娘，诗诗姑娘。找人啊！你知道他在哪？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，却被反制拖走了，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。袖手旁观，他被带去哪？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李相夷还没死。李飞生，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。乔安冕在哪？沙柔跟你说香灰粉能引发我的传承，你拿来对付我，他对你只是无话不说。都是他逼我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不还少师，我只是想留他在我身边多待几日。当今武林，谁不贪恋这把天下第一的宝剑？你害死了阿柔，还这般懦弱的为自己开脱。够了！你们封了山口，把我困在这里，走投无路，我只能绑了你，剁了你一只手送给他们。乔姑娘还好吗？李先生，为何在此？哈，大家呢都在分头找你，我不过是正巧遇上而已。我这功夫不济，就只好搞偷袭了。我给你解开吧。李先生不顾危险来救我，此大恩，万免铭记。乔姑娘不必客气，这个人啊实在是太无耻。这什么好东西啊？还不能看，一个镯子。这青鸾玉镯是我萧家的祖传之物，与我那破军剑上的碧玉雕花正是一对儿。哦，
原来是个未来的娘子，怎么，有心上人了？刚才被狠磕一下，我害怕磕坏了，还好没事。乔姑娘，看来你很珍视这个玉镯。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。嗯。小心啊！相夷已去，四顾门损失惨重，倒不如今日就将四顾门散了。你要解散四顾门？两位门主没了，人心也散了，又何必勉强支撑？怎么？我总觉得相夷回来了，我好后悔，我不该给他写那封信的。你在1个月前给他写了信，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我却说要离开他，可我太累了，追着他我真是太累了。阿冕得君爱护，相随相伴几载，永刻于心。知君胸怀广大，令阿冕敬仰骄傲，又叫阿冕惶恐。君爱江湖喧嚣，爱武林至高，阿冕只能紧紧跟随君身后，疲惫不堪。君终如日光之芒，何其耀眼夺目！然，谁人又可一直仰视日光？阿冕心倦，敬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，无法再爱君如故。以此心与君诀别，永祝君身长健，虽无忧，还却平生所愿。阿冕留。李相夷啊，李相夷，你只当大家仰仗你敬重，却不知你已成为他人心中所累。对不起，阿冕。乔姑娘，我看这普渡寺和百川院的路口实在是太远了，不如我们加快脚步。小心台阶。乔姑娘，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，你有喘症，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。啊，慢点。